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吴鼎啊，我叫吴鼎。哎，2楼的朋友们好，辛苦辛苦啊。然后我今年27岁，我最近发现我身边一些当家长的同龄人开始逼小孩上兴趣班了。我有一个哥，他给他孩子报了一个少儿表达班，在我们老家一个4线城市，1年要5万。我人都傻了，按小时计费。我说这哪是表达呀，这不打表吗？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学这个东西要5万吗？啊，你真想表达，你不如给我教孩子讲脱口秀，对吧？你给我5万，别说教他讲，他讲我爬都行，对吧？咱爷俩也整个漫才，这玩意儿好，这玩意儿整好了能上春晚啊。我小时候，我6岁的时候，我爸带我去少年宫报特长。他看着那一墙的班，问我你想学哪个？我说我想学街舞，特别帅。他说对，数学确实不错。我说老头什么时候聋的呀？我说想学街舞，街舞。他说哎呦，你这么想你就错了，街舞不提分没用，还危险，1年死好几个跳街舞。数学好，数学好，数学提升成绩还安全，对吧？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想学数学？你是不是想学数学？是不是想学数学？是不是想学数？是不是想学数学？哎呦，我当时是不知道我想学啥了，但是我知道他想让我学啥，他还不死心，他看我还是不乐意，他说那个，你听好，这不是普通的数学，这是奥数，知道奥数吗？啊，奥特曼教你学数学。我说我要学，我要跟奥特曼学数学，连哄带骗报了个奥数班，上课第1天才知道人家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学的第一个题叫鸡兔同笼。老师在台上读题说，把鸡和兔关到一个笼子里，先数出共有36个头，再数出共有100条腿，让你算出鸡和兔各有几个。我听完我就举起手了，我说老师这个题有问题，这个题不用算，数头那一步就结束了。我认识鸡和兔子，我可以看脸。你正常人数头的时候就应该分出来，对吧？这是鸡兔子，鸡兔子，鸡兔子，哪个傻子这么数呀？头。哎呀，全是头呀，这得算一下子吧。老师说，这位同学啊，那按你的逻辑做这个题的时候不认识鸡和兔子，你又当如何应对呢？我说先认识鸡和兔子。这个智商就别学奥数了，分清楚畜生吧。老师说你别着急啊，你听听巧妙的数学是如何解决的。他说你可以用假设法，假设所有的头都是鸡头，36个鸡就有72条腿，一共100条腿，腿多了怎么办？把多出来的腿给鸡装回去，一个鸡装2条腿就变成一只兔子。你看看能够你拼几只兔子，一个拼好兔的概念。哎，这个方法真的很巧妙，但问题是我当时太小了，我听不懂。我当时听人说话只能听懂字面意思，就是当老师说鸡装上2条腿能变成兔子的时候，我迷失在数学里了。我想了半天，我想不明白。我见过鸡。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养过鸡，没有能变形的鸡。我们过年也杀鸡，没有这种情况啊！把鸡抓起来，刚准备杀鸡，说等会儿，拿出2条腿安上了，认错了。4条腿，兔子。哎，这抓你的时候明明是鸡呢，哎，人家是小兔鸡。所以去年第1轮就淘汰了啊，有自己的艺术理解。我当时还跟老师在那争，我说老师，鸡变不成兔子。老师说在这个题里啊，鸡能变成兔子。我说鸡在哪都变不成兔子，要变你变去吧，反正鸡变偶不变。所以复活赛又淘汰了啊，有自己的艺术坚持吧，反正是啊。但是当时老师是坚持不住了啊，换了一种高效的沟通方式，能不能变？问你能不能变？
哎呦，我这孩子一打就聪明，我说能变，鸡不变我变，别打了。那很难受，讨厌学奥数，而且周围很多同龄人都是上这种兴趣班，其实都是家长感兴趣的班。你这种逼迫人的学习方式只会带来压力和痛苦。我很讨厌奥数，我后来还去查了一下，奥数到底是谁发明的？有一个说法是苏联人发明。1935年，苏联的一个教育学家提出把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和数学竞赛结合在一起，发明了奥数这种教育模式。他旨在通过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推动国家发展。1991年，苏联没了。苏联学了56年奥数啊，就学会了第一步啊，解。谢谢大家，我是吴鼎，谢谢。吴鼎的索票通道倒计时。吴鼎在今天2次，呼唤了去年的自己，因为艺术坚持，对，记仇，跟自个儿记仇。我觉得好像可能很多人都对他的上一篇爽文脱口秀，就是微剧的那脱口秀，对，短剧那个，人生靠想象的那个，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不是也是春春和罗老师没有拍灯的原因？我是因为就是吴鼎上一次那个短剧的那个段子实在是太疯了，现今光芒直冲云霄，参见神君。所以就是很期待他，因为你看过他疯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是对于今天这个，我觉得稍微冷静了一点点，就还是希望他太正常了，是吧？对，太正常了，就希望他可以更疯一点。对啊，屋顶着火呀得。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吴鼎？其实还好，因为人不能一直疯呀，就是因为本身这个话题是一个比较实的话题。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很讨厌上培训班，学过很多。我小时候学过什么电子琴、书法、水彩画、什么奥数、吉他，就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的。因为我都不喜欢，就每天很痛苦。我觉得这种时候我就一直在质疑很多那种教育嘛。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吴鼎。尤其是上一次，我觉得你找到了人间最棒的那个金句，就是人间的所有美好靠想象。回去之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对呢？这个话说的，所以才说上一轮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对，更高的期待。对，而且我希望，因为我拍这灯，就是我希望他这次也许没有上回那么的什么，但是我希望他给他激发出来，吴鼎能激出来特别好的东西，希望能够在后边的演出中多看见你。我也是想展示一下不同的这种风格嘛，因为上次鲁豫老师没有拍灯，这次拍了我还挺开心的，就是2轮凑够4个灯了。哇，他可以，他记仇记得很细啊。是的，记得非常细。稍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吴鼎的票数。这已经不够290了。来，毛队。哎呦，哎，3选1，吴鼎，现在选择权到了你的身上。就很不好做选择。哎呦，观众还想看哪个呀？菜菜，大家想看菜菜。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观众实现自己的愿望，好吧？菜菜吧，来吧。看下来喽。